Hello， 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之前艾芙琳跟大家分享了小海獭的钩织，就有很多朋友留言，是否可以将它变成原神游戏中的水下纳维莱特？原来就是它，悠悠海獭，这还真是难倒我了呢。因为艾芙琳不会玩游戏，经过一番了解之后，艾芙琳努力复刻了这个枫丹的水下小生物，让我们跟随它找到宝箱吧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4股牛奶棉，大家可以依照配色表准备颜色。另外准备了填充棉、3毫米的塑料眼镜1对，以及腮红。钩针型号使用 2.5 的钩针。成品的完成尺寸高8公分，宽4.5公分。首先从主体开始，使用白色的线环形起针。起针之后，第一圈一个锁针作为短针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钩针由上而下带出线来，钩织10字短针。第一个短针我放上记号扣，接着剩下的5个短针。整体的钩织方式与之前的小海獭大概一样，只是多加了一些细节，但是艾芙琳还是会示范一下重点的部分。第一圈6个短针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，并且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我们收紧最后的引拔针，减少引拔的痕迹。第二圈同样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连续6次短针的加针，这是第一个针目，也就是第一圈结尾引拔的地方。从这里开始，每一圈的第一个短针都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针。接着同个针目里再加1针，短针的加针也就是同一个针目里钩织2个短针。剩下的5个针目也都各加1针，第二圈一共完成12个短针。第二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，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第3圈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，之后以2个针目为一组，第一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，第二个针目1个短针的加针，完成一次中括号的内容。中括号的内容总共重复钩织6次，这一圈完成18个短针。每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，收紧引拔针。之后我们可以按照文字解钩织后续的圈数，每圈增加6针，一直到第6圈。而在第7圈，一个锁针作为起立之后，连续7个钩在后半针的短针，也就是条远离我们的那个线圈钩织短针，而所留下的前半针用来钩织它的毛发。而在这一圈的最后7个短针也都是钩在后半针。之后的第8圈到第11圈针数不变，但是在奇数圈的时候，头尾都各有9个短针钩织在后半针，这些所留的半针都会用来钩织它的毛发。第12圈一个锁针起立之后，以6个针目为一组，先连续2个短针，接着1个减针。减针方式是连续挑起2个针目的前半针，合并钩织1个短针，接着连续2个短针，这样我们就每6个针目减去1针。中括号的内容重复钩织6次。因为第13圈要使用蓝色，因此第12圈的最后一个短针，在它的最后一次挂线引拔时，我们引宝蓝色的线来挂线引拔这个短针。利用左手中指捏住这些线头，以防脱落，这样就完成换色的动作。接着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，收紧引拔针，注意一样用手指固定住线头。第13圈我们就以宝蓝色来钩织，连续钩织12个短针。我们将这些线头一并包着钩织1针，再做修剪，
第一个针目仍然放记号扣，因为白色已经不需要，所以我们可以将它断线。宝蓝色连续钩织12个短针之后，它的最后一个短针在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，我们以湖蓝色的线来挂线引拔完成这个短针。接着以湖蓝色连续钩织7个短针，换色后的线头可以包着钩织1-2针，以防脱落。同样的，在湖蓝色的最后一个短针，我们又换回宝蓝色的线来挂线引拔最后一个短针，将颜色又换回宝蓝色。宝蓝色连续11个短针，湖蓝色的部分就是它的肚子。之后我们就按照文字节的颜色分配来钩织。钩完第25圈，湖蓝色就可以断线。在织物完全收口之前，填入填充棉。第27圈结束，宝蓝色断线，留10公分的长线收口。我们利用缝针将线头一一穿过最后一圈的前半针，接着拉紧线头收口，藏好线头并做修剪。接着要钩织它的毛发，我们使头部朝下，面对白色部分所留的前半针。我们从第11圈开始，钩针穿进最右方的第一个前半针，接着重新引白色的线。引线之后，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首先5个锁针，接着倒回，从第2针钩一个引拔针，之后连续3个短针，如果起始的线头有一点松了，我们将它拉紧，接着跳过一个前半针，再下一个前半针引拔，完成一片毛发。之后再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一共3次。而第2行的文字节9个锁针之后，会完成第4片比较长的毛发。第4片毛发结束，我们越过主体中央的引拔痕迹，再次引拔到下一个前半针，接着对称的完成另外一边的毛发。第1片毛发会比较长，由9个锁针开始，接着钩织中括号内容3次，完成3片比较小的毛发。第11圈所留的前半针钩织结束，断线，藏好两端的线头。接着我们从第9圈将头部往上，也是从最后方的第1个前半针引线。我们可以依照后续的文字节，将第7圈以及第9圈的毛发钩织完成。为了让毛发有层次，毛发的钩织方向会不一样。第9圈头部朝上钩织，第7圈头部朝下。毛发钩织结束会像这样子弯曲，我们可以用熨斗低温将它熨烫平整。而手和脚的部分，我们分别按照需要的颜色，也是环形起针进行圈钩。在手脚的最后一圈，都会像这样子对折开口。一个锁针起立之后，钩针依次穿进2个针目，钩织短针将开口缝合。再引拔断线，留10公分长线。我们分别钩织一双手和脚，而尾巴的部分同样是环形起针，从第3圈开始会有换色，换色的方式如同之前在钩织主体的腹部。接着是它头部上方的蓝色毛发，以天空蓝锁边起针，起针之后钩织13个锁针，13个锁针结束返回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引拔，
连续11个引拔针，完成第一条毛发。11个引拔针结束，会剩下最后一个锁针不钩，接着又7个锁针，再次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，连续5个引拔针，完成第2条毛发。而这7个锁针也会留下1个锁针不钩，接着继续11个锁针，再返回从第2个针目，又连续10个引拔针。第3片的10个引拔结束，继续引拔在第2片所留下的锁针，再继续往左引拔到第1片所留下的锁针，之后就可以断线，留15公分的长线缝合。这个部分也可以使用不织布剪出这样的形状代替。接着是它腹部的纹路，使用宝蓝色锁边起针，纹路的第1片5个锁针，接着返回，从倒数第2个针目开始，连续3个短针，而最后一个针目引拔。这是第1片纹路，接着第2片继续4个锁针，也是返回从第2个针目开始，连续3个短针，接着在第1片的第1个锁针上引拔。第3片与第2片的钩织方法一样，腹部花纹钩织结束，接着引拔断线，留15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这个花纹同样可以用不织布剪出这个形状来代替。最后是缝合，我们将双手缝合在身体两侧，距离湖蓝色大概2个针目，缝合在第13圈到第15圈的位置。所有的缝合结束都打个结，并藏好线头。双手对称的缝合，而将双脚缝合在第25圈到第26圈之间，可以缝合在湖蓝色腹部的两旁。而尾巴的部分将浅黄色朝前，缝合于身体的底部中央。而将蓝色毛发缝合于头顶，3片毛发的汇集处缝合在第7圈到第8圈之间。两旁最长的毛发缝合固定住，而中间的短毛发可以不用。而鼻子的部分，我以黑色环形起针，一锁针之后钩织2短针，作为它的鼻子。你也可以选择使用不织布来代替。鼻子缝合在正中央第9圈到第10圈之间。而距离鼻子2个针目连上眼睛，接着缝合腹部的花纹，缝合在湖蓝色腹部的正中央。最后再用一点腮红为它的小手添上一些细节，这样这个可爱的悠悠海獭就完成啦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喜欢的朋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欢迎大家留言许愿。我们下一次见喽，拜拜。